听我半席话，打发无聊吧。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泛无聊。感谢波波支援的 FT 吊钩，外包的正面还是吊钩人形和载具的漫画风绘，背面是玩具的。我觉得这个照片实物图都是经过修饰的，因为看完这个背面的玩具照片，你再看玩具，你就感觉不是一回事儿。从这个色调上，你都能看出来不是一回事儿。而且很显然，这个照片是经过调整的，因为看实物，你再看这个东西，你总感觉哪跟这个实物就有一些差别。然后呢 ，FT 很自豪地放出来他们已出的这么几款东西啊，看来这个应该是个第4款，还是 FT 的老毛病。这4个看起来不是一个集体，而是一个勾心斗角的个体。没有一个集体的共鸣感，往那一站，4个各是各的样。内包依然是一个泡沫盒子，纸制品，材质溜门撬锁的人物卡1张，正面是吊钩的人形，背面是玩具的人形和载具，还有各种数值。说明书1份，真的 FT 的说明书我服了，真的我服了。就吊钩这个变形，它居然还能把说明书做成了武功心法。你如果看着说明书变，你还是得参透，还是得悟。真的，我服了 FT 的说明书，纯粹就是混呀，根本这个说明书做的都没什么逻辑。配件金属做的小号1把，但是我手里这个吊钩啊，握这个小号就握不住，老往出弹，也不知道是公差出问题了还是怎么回事。带有钢铁漆涂装的人形武器1把。这回的变形不用面雕来凑了啊，所以吊钩只给了2个人形面雕，不容易啊！带了5个大力神的面雕，这个 FT 就是这么自信。动画片里有时候这个广告片啊，大力神的面雕就是瞎画的，就很丑了啊。但是呢 ，FT 做的这个面雕啊，配合上那个大力神的头型啊，你感觉比动画片里还丑，尤其是这个面雕啊，比动画片里做的还丑。而且呢，动画片里刻画就够极致的简单了啊，最起码还有那么点意思。这个呢，依葫芦画瓢画的就没那个意思了。而且说明书告给你啊，必须放2节电池。这个大力神的头雕是有发光的这个装置的，挺好啊。这个有总比没有强，挺好。最起码给了一个你很多的选择，你可以选择利用面雕的透光性。不安电池，或者是呢安上电池，增加这个眼睛的亮光度。拿上吊钩的本体就是这样。这个吊钩呢，一眼望去最出彩的就是这个大脚板啊，看起来极其别扭，极其畸形啊！这什么玩意儿过来这么一个大脚板，看起来就很别扭啊！你跟其他家已出的大力神啊，那种感觉就不一样。尤其是在官方出完86大力神以后，那个吊钩的脚，你再看这个脚啊，你就感觉什么玩意儿。但是呢，这个咱们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实话实说，这个脚是还原G1变形金刚的，它倒不是还原所有G1变形金刚动画片里边的吊钩这个脚的造型，但是呢，它的确是在建筑大师那期啊，就是挖地虎忽悠吊车去做那个太阳能转换能量器啊，那么个装置里边这个吊钩呢，这个脚的确是这个造型。还有就是G1动画片里有一个过场的变形动画，一些这个角色，因为它是广告片嘛，在这个过场动画里就会做一个人形和载具的转换，做一个动画片里的这么一个场景的衔接与转换。里边呢，吊钩的造型呢，这个脚呢也是这样的。但是啊，我还是那句话，有一说一啊，有二说二。这个吊钩的脚做的夸张了啊，动画片里可不是这么宽大。正因为它做的夸张了，导致了这个脚看起来就特别畸形啊。有人说这个脚看起来很不顺眼啊，虽然它看起来不顺眼，那是因为它美型上面的造诣啊实在是不行。但是呢，的确是动画片里吊钩在过场动画的衔接。在这个建筑大师那一集呢，的确是很明显啊，这个脚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想还原了这个动画片，但是呢，没那个哈数啊。加上 FT 一贯的这个美型风格，就是这种路边纸扎店级别的啊，灵堂级别的这种造型啊。我还是那句话，他就没有
这种美型上的圆润修饰，也许是他根本不懂的这个收边倒角。他现在就是靠什么呀？就是靠我重，哎，你拿到手里像拿秤砣一样的，我重，我人形给你做的像动画，但是呢，没有那个圆润度，而且呢，他不懂的就是在动画的基础上，你适当的做一些这个美型的调整。它永远也不像官方学习，你像官方 MP 的东西啊，咱们除了一些操蛋的这个玩具咱不说了，就是好点的这个 MP 玩具，你看这个人形在动画片的基础上会做一些收边倒角和美型上的一些调整，让你觉得它是动画片里走出来的，但是呢，比动画片这个完成度更高一些。FT 就不懂的啊，就打了这么一个虚假的还原噱头啊，做的玩具就是这么方棱八瓣的，毫无美感可言，就感觉很愣啊！真的，尤其这个吊钩把这个 FT 的这个缺点完美的展现了出来。我们从侧面看，你看这个角，你要么做的薄一些，你要么做的再小一些，最起码就不像现在这个角这么夸张了啊！你就感觉这个吊钩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天蚕角。你看完那只脚，因为那个脚是什么都没有的，只有这个脚是凸出来这么一个驾驶室。你要么做的薄一些，你要么做的短一些啊。你不是好薄片上面，你往小做，等变形的时候你薄片把它展出来。这回呢，选择了一个很偷懒也好，很这个省成本的这么一个变形设计啊。一会儿到变形的时候咱们再说，咱们接着说这个脚。你从侧面看，你就感觉这是一个天蚕角呀。然后呢，你再看这个背后这个大个蛋啊，真的是铲车是把那个合体插到屁股底下，这个纯粹就是弄了一个大个蛋啊！我也不折叠了，我也不压缩了，我也不包片了，我放弃了我擅长的切割，然后呢，我就给你背一个大个蛋在后面啊。这个大个蛋会带来什么问题呢？就是膝关节，你必须朝前靠，也就是说你的人体啊必须朝前带点倾斜一些，要不然啊容易往后仰。无论你摆蹲姿也好，鞠躬步也好，马步也好啊，你的这个上半身必须保持朝前倾，因为后面这个大个蛋啊太重了。你 FT 想说这个玩具我做的压手，你可以把合金件用在这些方面啊。你后面就纯塑料啊，做个壳子就完了。哦，对，它里边还要藏一个大头雕啊，这个你大头雕也做成塑料，尽量减轻一些分量。你就现在感觉这个吊钩全身最值钱的合金件啊，都在这儿塞着呢，太重了，就跟个秤砣似的。所以说，这个吊钩做的，它做出了动画里的脚，但是呢，这个脚从正面再看。因为它做的宽做的大，你感觉是不是这个玩意儿像个插件一样的插在了这个脚上，跟这个人形啊就没有一个怎么说呢，视觉上过度的那种一体融入感，你就感觉这个玩意儿是个插件，变成人以后叭合上来就行。所以说呢 FT 在吊钩这儿啊使了一个小聪明，还原了动画的一个脚部细节，但是还是那句话，整体的设计能力，整体的这个美型造诣，收边倒角的功力，导致呢这个吊钩的人形完成度啊根本不高。它并没有因为这个还原动画的一只天蚕腿啊而使这个吊钩在美型上有一个大的提升，相反呢，这个天蚕脚啊做的宽大，导致有一种整体的割裂感，你就感觉啊这个玩意儿是他妈的合上来的啊，不是一体的。所以说在这个收边倒角也好，美型上的这个一些过渡也好啊，或者一些这个还原动画但是能在动画片里的那个简陋的角色上再做一些美型上的调整也好， FT 啊任重道远还得走。不知道原来那个设计师是去哪儿了，从哪儿找了这么一个设计师啊。包括这个吊钩的变形也是啊，切片真的我负责的跟你们说G1 变形切片啊，拿到手里你就感觉这是一个G1老玩具，然后切片啊，就变成了这么一个东西。真的，这个设计师原来肯定是在饭店里边骗鸦片的啊，这是一个好厨子啊，一个不懂设计的好厨子，绝对能在变形金刚圈混下去。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玩具的可动，台阶没问题啊。你想
做动作啊，你要说怕滑漆，你可以提前弄起来，其实也滑不了，因为这是橡胶轮胎接触这个漆面板子啊。咱们再说这个漆面啊，还是这种像土豪一样的这种绿色漆啊，珠光漆，然后紫色的漆，颜色呢搭配的也不甚协调，就是紫色太暗，绿色太艳，没有那种过渡感，割裂感太强。手关节好评啊，很紧实，目前来说没问题。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前踢啊，没问题，就是呢，你晃一晃，它就会往下掉啊，支撑力度不够，但是情有可原啊，因为这个东西啊，3个地方重，这儿跟这儿，所以说呢。这个东西你晃一晃啊，这个腿往下掉很正常，但是呢，它掉不是那种一下就掉下来，你能听见齿轮的声音，嘎嘎嘎的，也就是说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掉，有那种阻尼感啊。这儿原谅 FT 了，因为这俩地方的确是包的东西太多，后踢嘛就不行了，这个造型件在这儿挡着呢。然后我们看看这个侧踢啊，哎，侧踢正比这个前踢啊强多了，你看，你看，你看。就是很显然，这个侧踢的目前来说啊，这个关节的力度还是能支撑住这个腿一点一点的往下掉的，比这个前踢强多了。哎，邪门啊，跟叉射惊破天一样啊！看啊，这条腿就没问题啊。哎，这条腿是侧踢不行啊，挺有意思啊，这回这个吊钩。跟惊破天一样啊，惊破天也是这条腿特别松，这条腿就很紧，叉射的惊破天啊。但是呢，这条腿是侧踢紧，这条腿是侧踢松啊，挺有意思啊，完美的均衡，完美的平衡啊。腰部呢可以旋转，但是呢你别愣旋转了啊，因为这个部位会有摩擦，你在变形的时候你都得把这个腰啊往前撅一撅。这个头呢往起抬的幅度不大啊。可以说是相当于没有啊，左右呢幅度也不是很大，因为这两个部件在阻挡。反正呢摆起来这个姿势也不是很多啊，基本上就跟他家其他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啊，就这么几个姿势。然后我们摆成这个姿势一看啊，能看出来他从这儿做了这么一个放平和抬起来的关节，就相当于脚部的左右接地了，还是管用的啊，还是管用的。而且这儿也能看见是合金件，虽然缺肉，但是把他们家最大的优势给你露出来。我们这儿用的是合金，应该是合金，反正我摸上去是凉凉的。你摆这个造型，你再看这个腿啊，就更诡异了，因为什么？割裂感太强了，跟这个上半身，尤其是你再看这个天残腿啊，就更诡异了。所以说 ，FT 在这个没有这个能力的情况下啊，强行的，你可以说是利用动画片这儿偷了个懒啊，你可以说是我们要还原动画片。不管怎么说吧，这个零件还原的相当之扯淡，只能用有总比没有强，还原总比不给你做还原强来说这个事儿啊。其他嘛，这个人形就没什么可说的，我们直接进入变形。变形第一步呢，我们把这个后盖打开啊，然后把这个手翻进来。翻进来以后啊，你一定要确认这个片片是平整的，不能有一些角度。如果说是往里或者往外一拧丝儿，这个盖呢是盖不住的。为了避免忘记呢，第二步我们把后背这儿啊旋转一下，然后呢把这个片子啊利用这个腰部往外撅一下，把这个片子翻出来。接下来为了避免忘记，我们把大腿这块啊也给它翻下来，然后我们变这个小腿。这个小腿啊说明书画的很繁琐，其实啊没那么繁琐。我们从正面开始变啊，就是把这块先翻出来，这个侧面板也一样翻出来啊。我们还把它保持成正面，这都是小腿的正面啊，不是小腿，脚板的正面。然后我们把这两个灰色的板子掀开，这面也是啊，整个就掀开。掀开以后呢，我们就转到这个背面。不好意思啊，又漏了一步。抽烟抽多了，脑子不好啊。正经的小腿应该是这样的，这面啊是这样的啊。
咱们转到背面，你时刻记住啊，这两个人形大腿是不用动弹的啊，就是大腿到小腿是不用动弹。然后我们把这个部件啊，就是刚才我漏变这个翻过来，翻过来以后呢，跟这个人形的小脚板呢做一个结合。咱们还是从背面看啊，你先把这个片翻起来，然后把脚底下这个片呢，整个就抠起来。抠起来没完事儿啊，咱们把这个拉出来。拉出来以后，这儿还有个片儿，你抠不好抠啊，利用这个部位啊，撬，哎，卷起来就行了。然后呢，整个这个部件啊，顺势往里一撇，撇好了以后，大家就能看出来了啊，跟这儿做一个结合，就是这个驾驶室的后半个节儿。都调整好以后，两个脚跟小腿就是这个造型。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往里卷，顺着这个轴啊卷进来。这个也是顺着这个轴呢卷进来，卷进来以后，这个脚咱先不说啊，先说这个脚，它要靠着韧性啊，这儿有个窟窿，这儿有个凸，你要把它合上来。这儿呢就有点顶了，明显看这个板子就往后撇上了，无所谓啊。这面呢直接也盖过来，然后呢两个脚要合一下。合完以后呢，比较麻烦的是这个啊，你得把这个翻出去。为什么翻出去呢？因为这是两个接口啊，弄好接口以后，再把这两个片儿给它插住，往下搓一搓啊。为什么呢？是为了跟大腿这两个窟窿做结合，哎，结合上。结合好以后呢，顺势把这个板子就放下来。接下来我们变这个上半身，上半身呢，先把这两个板子啊，捏前面没用，捏后面这两个，往里捏，然后呢，往前提这个脑袋啊，尽量往前推。把这块顶开以后呢，翻起来，翻起来，什么不需要干？你把这个头合过来，然后呢，再把这块翻回去就行了。都弄好以后，我们开始搓这个肩关节啊，就是直接把它搓进来就行。这儿有一个卡扣啊，跟身体做一个密合，小臂呢跟这个大腿做一个密合，利用这个部件翻过来，跟这个小臂再做一个锁扣。这个部件跟这儿做一个密合，最后呢，把这块旋转过来，把吊钩呢抽出来啊，这个比较有点紧，里边的小吊钩呢我就不甩了啊，你们视频也看多了，知道甩出来是个什么样子。这个吊钩载具你可以这样放，你也可以呢，这样放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总比没有强吧。在美型上也没有什么一个大的提高，反而显得这个吊钩呢拉出来这个钩体以后啊，它不像一个吊车，倒像一个自走火炮啊！真的啊，因为现在这个火炮啊，炮口前面有那种这叫什么挥之器还是叫什么焰火控制器，我忘了啊，就炮口也是这种长的，你就感觉这就是一个自行火炮，特别像经典系列山羊魔里边那个变成的那种炮啊。咱们就把它当一个吊车来说啊，这个吊车啊，从侧面看也好，从45度角看也好，从正面看也好，从背面看也好，这个吊车怎么说呢？我说的是载具啊，显得特别局促，很拘谨，很局促，很逼仄，就是你感觉它通过这种简单的记忆切片变形以后，并没有达到一个载具所应该呈现出来的这个效果。变形说白了，你就感觉这是一个记忆玩具，它在腿部这儿切了很多片儿，胳膊这儿基本就没动，这儿呢加个屁帘子就把这儿就全遮掩了，主要是靠腿上的片片，整个把这个人形的大腿小腿盖了一下啊，只能说盖了一下，从侧面看啊，相当之扯淡。我们印象里吊钩应该是长的，它也做成了这种长，但是在视觉效果上，这个疙蛋和这个疙蛋太大啊，加上这个人形往这一躺啊，就靠脚部往上随便这么一包，你就感觉这个吊车的长度不够，显得特别怎么说呢，紧促逼仄啊。我刚才说过了，就是给你这种视觉感觉。而且这个吊车真的，你如果说不用记忆自个儿骗自个儿的话，你都不觉得这是一个吊车。真的特别像一个自行火炮，它人形暴露的太多了啊，胳膊、
大腿小腿这块都空的啊，这儿都不遮了，你都折了片片了，你为什么不再切个片遮一下呢？该遮的不遮啊，不该遮的也还行吧，这儿还真没有不该遮的地方，最起码把上面遮住了。所以说呢，这个吊钩啊人形啊，缺点一大片，载具缺点一大片，变形呢是简单了，但是说明书做的好像很繁琐啊，好像花了这么多钱买了个纸啊，变形步骤挺有意思。其实呢，你看说明书会把你看乱的。基本上你看上一次说明书啊，参悟以后啊，慢慢揣摩，你还不如自个儿编呢，真的，这基本上就上身不动，只动下身的东西。然后就这个玩意儿啊，我不知道预定多少钱，号称炒到1100现货啊，疯了！真的，这个圈子的人啊，真的是太好骗了。刚开始我也不觉得，我觉得这个圈子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个人有个人的喜好啊。然后呢 ，FT 就利用这种炒价格、囤货啊，你看我们这个保值大、升值空间厉害啊，就开始哄这些新入坑的人。我突然发现啊，嚷嚷 FT 倒腾的啊，就是倒给谁呢？倒给这些新入坑的人啊，他们在这些乞丐的忽悠之下，在水军的集体洗脑之下呢，凸显了人类最大的缺点——盲从啊，就是经过人话术的反复在大脑里刷的自个儿就相信了。前两天我跟我副司机聊天，国模圈有一个也是第三方吧，35小作坊出了这么一个 HG 的魔改高达，加了一堆武器，刚开始卖他妈小800，让人就是个骂。国模圈的兄弟啊，喷。那35小作坊还挺牛逼，找一堆他妈的 UP 主啊在那吹啊，做的有多精细啊，武器带的有多少呀，啊，每一把武器怎么样呀，就是乞丐莲花落那一套，人们就那继续喷。然后这35小作坊还不服气，哎呀，我们出版有编号啊，有收藏价值。国模兄弟继续喷，没办法降价，从800多降到500多。国模兄弟继续喷。降价降到400多，还喷。目前啊，我收到的最新消息，219了。一个没有版权、什么都没有的35小作坊，出了一个魔改的高达 HG 身高，加一堆所谓的做工精良的配件、大翅膀之类的，就敢要800多。国模圈的兄弟们硬喷，从800多喷到了200多，真的。就这东西，就这个料子，就这个变形，敢要1100，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我觉得啊，我还不如个国模圈的兄弟，真的，这玩意儿，就说它有变形啊，那个高达没变形，纯靠配件啊，它有变形，真的，就这东西也就值个500-600，料子不值钱，模具，我说句那话，抠模最贵，但是那个塑料的质量。虽说它不能变形啊，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国模圈做的机甲是不是会做一些半变形，我不了解，但是我见过的那种都是不变形的。有时候你看看那个料子，有时候你看看那个质量啊，真的比 FT 强的，不能说是比比皆是，也是大有人在。那天我副司机买了这么一个国模出的，应该是叫什么磨合线吧，出的这么一个可动的类似于机甲那种东西啊，23厘米。一个主体2个头雕，阿卡姆骑士，一个是蝙蝠侠的头雕，一个是红头罩的头雕，然后呢还有身体的装饰那种合金件，还带武器啊，卖多少钱？那可动，那质量，那身高，那配件，我以为怎么也得卖个200来块钱，300来块钱，直接告给我99，就这人们还骂，嫌它贵啊，嫌它没达到这个99的要求，这就是国模圈的兄弟。真的，我现在突然觉得啊，国模圈的兄弟不好骗啊，还是老规矩啊，合体模式我就不变了，要不然在合体的时候啊就没什么可说的了。那么这期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